如果你真的穿越回12世紀的日本，站在一片剛剛下過雨的荒野上，遠處突然傳來一陣低沉的馬蹄聲，你最好不要像電影裡那樣，把注意力全放在那個武士腰間的長刀上，因為真正準備殺你的，可能根本不是那把刀。你會先看見一匹馬從霧裡衝出來，馬背上的男人穿着厚重的大鎧，肩膀兩側掛着巨大的繡甲，身體隨着馬匹起伏，而他的左手已經舉起一張比你想象中更加巨大的弓。接下來只有幾秒，他抽劍搭弦，轉身拉滿，你甚至還沒看清楚他的臉，那支箭已經飛過來了。至於他腰間那把後來被全世界奉為武士靈魂的刀，可能直到這场戰鬥結束，他都沒有拔出來。這就是武士歷史裡一個非常有意思，甚至有點諷刺的地方。今天只要提到日本武士，我們腦中幾乎會立刻出現同一個畫面：一個男人站在櫻花樹下，手放在刀柄上，兩個人沉默地對視，下一秒突然拔刀，勝負只在一瞬間，很帥，也非常適合電影。但如果你把這套想象直接搬回平安時代末期，甚至镰倉時代早期，那些真正活在戰場上的武士大概會覺得我們很奇怪，因为对他们来说，真正代表武士本領的東西並不是拔刀，而是4個字：騎馬射箭。早期武士真正的核心能力是弓馬，甚至很長一段時間裡，一個武士到底夠不夠格，看的根本不是他的刀術有多漂亮，而是他能不能控制一匹高速奔跑的馬，同時在馬背上轉身搭箭拉弓，再把箭準確送進另一個人的身體。這個動作今天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但你真的想一下，你腳下不是地面，是一匹正在奔跑的馬，你的身體上下顛簸，左右晃動，前面可能是泥地、石頭、屍體，甚至其他正在奔跑的馬，而你手上的弓又不是現代運動弓，那是一張巨大的日本和弓，你必須在這個狀態下完成一整套射擊動作，而且你不是表演，你如果射偏，對面那個人可能就會射中你。所以如果你是那個時代一個武士家的孩子，你父親真正焦慮的事情，很可能不是你每天拔刀練了幾次，他會看你敢不敢上馬，馬突然加速的時候，你會不會慌？你能不能用腿控制馬，讓自己的雙手空出來？你能不能在馬背上保持平衡，再把一支箭射出去？因為這決定的不是你帥不帥，而是下一場戰爭結束之後，你們家還有沒有父親，有沒有兒子，有沒有土地？那問題就來了。既然武士最早不是刀客，那他們到底是什麼人？答案其實比劍客現實得多，他們是一群替權力使用暴力的人。平安時代的京都是一個非常容易讓後人產生錯覺的地方。我們一講平安時代，就想到貴族和歌、庭院、香道、精緻的衣服、月光灑在紙門上，一群人在討論誰寫的詩比較好。但那只是京都，你只要離開京都，進入地方，你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日本。土地會被搶，莊園之間會衝突，地方豪族會為了水源、森林、道路，甚至一塊田打起來。今天這塊地說是某個寺院的，明天另一個貴族拿出文書說這其實是我們家的。中央政府可以下命令，問題是命令到了地方誰去執行？京都的貴族不會自己騎馬幾百公里跑去鄉下抓人，公文也不會自己從袖子裡掏出刀，所以慢慢的地方開始需要一群人。這些人有土地，有家族，有馬，有武器，有手下，最重要的是他們真的敢動手。你欠租不交，他去找你；你搶了莊園，他帶人來，你不服那就打。所以武士最早的崛起其實並不是什麼浪漫的武者精神突然出現在日本，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政治問題。中央的命令越來越需要地方武力幫忙執行，而當一個政權開始依賴某群人替自己使用暴力的時候，真正的權力其實已經開始轉移了。這就是武士最可怕也最有意思的地方。他們最初只是工具，但工具用久了之後，握工具的人開始發現沒有自己，整個系統根本轉不動。
一開始是貴族需要武士，後來變成貴族害怕武士，再後來是武士直接決定誰有資格當權。袁氏、平氏這些我們後來非常熟悉的武家集團，就是在這種環境裡慢慢長大的。而這些人的戰鬥方式也完全符合他們的身份，因為馬在那個年代不是普通交通工具，馬是一種軍事資產。養馬需要土地，需要飼料，需要人照顧，還需要從小訓練。一個人騎着馬打仗的人，本身就代表他背後有資源，所以騎馬武士天然就帶有一種精英色彩。你再加上弓，差距就更大。如果我能騎馬，而你只能走路，那我可以決定什麼時候靠近你，我也可以決定什麼時候離開你。如果我手上還有弓，那事情就更麻煩，因为你甚至還沒有碰到我，我已經可以殺你。所以早期武士最理性的作戰方式，根本不是騎着馬衝進人群裡，再拔刀跟10幾個人互砍。那聽起來很勇猛，但其實很蠢。你花那麼多錢養一匹馬，花那麼多年練騎術，家族給你一套昂貴的大鎧，結果你跑到敵人面前，主動放棄距離優勢，跟人貼在一起，拿刀互砍，這不是英雄，這叫浪費。真正聰明的方式是保持距離，騎馬接近，放箭，拉開，重新找角度，再放箭。你的馬就是速度，你的弓就是射程，你的技術就是把這兩種優勢疊在一起。這也解釋了一件很多人從來沒想過的事情：為什麼早期武士的大鎧看起來那麼巨大，那麼笨重？如果你今天把一套典型的大鎧穿在人身上，再叫他在地面上跑來跑去，你很快就會發現，這東西根本不適合靈活步戰。肩膀上那2塊巨大的繡甲會晃，整套鎧甲像一個箱子套在身上，很重很厚，走久了非常累。但奇怪的是，它偏偏成為早期高級武士最具代表性的裝備。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替步兵設計的，它是替騎馬武士設計的。當你坐在馬背上，那些原本看起來很笨重的東西突然開始合理，尤其是兩邊巨大的肩甲。騎射的時候，你不可能像普通步兵一樣左手拿盾，因為你的雙手都要拿弓。那怎麼辦？讓鎧甲自己變成盾。所以你今天在博物館裡看到一套古代大鎧，不要只看它漂不漂亮，你可以把它當成一段凝固的戰術。它的形狀其實已經在告訴你，那個年代真正重要的是什麼？是馬，是弓，是移動中的射擊。那麼刀呢？刀當然重要，早期武士也配刀，而且日本刀劍工藝很早就已經非常成熟。問題只是它還不是主角。你可以把那把刀理解成一件非常重要的近戰備用武器。箭射完了，馬倒了，敵人貼出來了，陣型亂了，或者你乾脆摔下馬，這個時候你當然要拔刀。而且一旦真的進入近距離，刀依然非常致命。但這跟武士的主要戰術就是拿刀決鬥，完全是2件不同的事情。就像今天一名士兵腰上帶着手槍，你不會因此認為現代戰爭主要靠2個人站在街上把手槍決鬥。真正有意思的是，這套以騎射精英為核心的戰爭方式，後來慢慢開始出問題。不是因為武士突然不會射箭，也不是馬突然沒有用了，而是戰爭本身變了。戰爭的人數越來越多，步兵越來越重要，戰場越來越擁擠，城寨、陣地、長槍、集團作戰開始變得更加普遍。到了戰國時代，戰爭早就不是幾十個高級武士彼此展示個人武勇那麼簡單，你面對的是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的軍隊。這個時候，一個技術極高、成本極高的騎射武士當然還有價值，但他已經不能自己決定戰爭。真正決定勝負的東西開始變成軍團，是隊伍能不能維持陣型，是族親能不能聽命令，是長槍隊能不能擋住衝擊，是糧食夠不夠，是誰能把更多人組織起來。再後來，火繩槍進入日本，這下事情變得更加殘酷。培養一個優秀騎射武士需要多少年？從小學騎馬、學控馬、學射箭、學戰場判斷，還要有錢養馬，
有錢買甲，但訓練一個人使用火神槍呢，快得多。他可能不是貴族，不是世代武士，甚至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個人武藝，但只要有人教他裝藥、瞄準、射擊，再把很多這樣的人組織在一起，一個普通族親就可能殺死一個從小訓練到大的高級武士。這才是歷史真正殘酷的地方。新技術很多時候不是讓最強的人變得更強，而是讓原本沒有資格參與遊戲的人突然獲得殺死精英的能力。當暴力開始變便宜，舊的武士優勢就一定會被削弱。所以戰國時代真正的戰場從來不是一群武士集體拔刀衝鋒，弓還在，馬還在，但長槍、火神槍、竹青、陣型、築城、後勤這些看起來沒有那麼浪漫的東西，才越來越接近戰爭真正的核心。而刀依然沒有消失，它甚至變得越來越有文化重量。但真正戲劇性的事情是刀後來之所以成為武士最強烈的象徵，反而跟戰爭慢慢結束有關。17世紀以後，德川幕府建立，日本進入長期和平。這時候，大量武士面臨一個非常尷尬的問題：他們還叫武士，但很多人這輩子可能根本沒有真正上過戰場。以前武士的價值很清楚，會騎馬，會射箭，能殺人，可以替主人打仗。現在天下太平了，你每天真正做的事情可能是管理賬冊、處理行政、巡視、執勤、領俸祿。說穿了，很多武士慢慢變成了一群穿着武士身份外衣的官僚。但問題來了，如果沒有戰爭，人們要靠什麼一眼認出你是武士？答案就是刀，長刀與短刀，大小2把刀，慢慢成為武士最醒目的身份標誌。這裡就出現了整段武士歷史裡最漂亮也最諷刺的一個反轉。刀最接近武士靈魂的年代，恰恰是大多數武士最少真正拿刀殺人的年代。戰亂最激烈的時候，他們什麼有效就用什麼，弓好用就用弓，馬有優勢就騎馬，長槍有效就用長槍，火神槍能殺人就拿火神槍。真正每天活在死亡裡的人，沒有那麼多時間替武器寫詩，反而是當戰爭慢慢離開生活之後，武士才開始需要一個符號，證明自己跟普通人不一樣。刀就變成了那個符號，它開始代表階級，代表家族，代表榮譽，代表身份。後來又被劍術、文學、歌舞伎、浮世繪、小說、電影一層一層包裝，最後變成我們今天熟悉的樣子。武士、日本刀、櫻花、決鬥、死亡，一整套畫面幾乎已經牢牢連在一起。但如果你把這些後來形成的浪漫想象一層一層撕掉，回到最早的戰場，你會發現真正的武士其實沒有那麼浪漫，他們更像是一群極度務實的人。什麼東西能讓自己活下來就學什麼，什麼武器能殺死敵人就用什麼，什麼戰術已經失效就慢慢丟掉。所以武士真正值得看的地方，也許從來不是那把刀，而是他們每一次面對新時代時怎麼改變自己。從騎射貴族到戰國軍團，從戰場上的殺人者到江戶時代的官僚，然後又在和平裡替自己重新發明了一套關於武士應該是什麼的故事。歷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就在這裡。我們今天記住的未必是一個時代真正依靠的東西，有時候反而是那個時代結束之後，人們最努力留下來的符號。所以，如果你真的回到900年前，攔截一名正在準備上馬的武士，指着他腰間的刀，問他這是不是武士的靈魂，他可能根本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他只會看你一眼，翻身上馬，拿起那張巨大的弓，然後消失在遠處揚起的塵土裡。因為對那個時代真正的武士來說，什麼叫做武士？從來不需要刻在刀上。當馬開始奔跑，當弓弦被拉滿，當第一支箭離開他的手指，那個答案其實早就已經寫在戰場上了。